好，现在呢，我已经出到了外面啊，其实就是一个中式园林，只不过呢，新建的啊，这边有个大屏幕，广州市文化馆。你看啊，其实它是有很多组的建筑物，通过这些连廊，然后把它串在一块儿。这个地方叫中心阁，就是一个大阁楼，仿元青花的瓷器，很超然古趣盎然。最高一层望出去的景色又有所不同了。嗨，大家好，现在呢，我来到了广州市文化馆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你好，是来参观的吗？对啊。有预约过吗？哦，没有啊。扫这个码预约吗？对，微信扫一下就可以了。对对对。好的。好，经过一番扫码登记，已经进入到这个广州文化馆里面了。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来，我们就从头开始参观啊。今天我是开着车来到了这里，其实就在海珠湖边上啊，或者说海珠湖和海珠湿地之间的一块新的园林建筑。游客前往1层游客中心游园，这里是 N 层啊，现在我们搭电梯上1楼去。这里电梯出来就是一个游客中心，卖一些文创纪念品的地方。看看这边也是什么样的活动安排啊？有演出、讲座，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好，现在呢，我已经出到了外面啊，其实就是一个中式园林，只不过呢，新建的啊，这边有个大屏幕，广州市文化馆。好多年以前啊，我们每次走过这个新旧南路的时候，就会看到这边正在施工，慢慢的有了一些雏形，完全就是中国特色的建筑物的这种造型啊。你看啊，很高的楼台连廊，看看这位是谁，并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雕塑作品，气韵。哦，这个地方就开阔了啊！你看啊，其实它是有很多组的建筑物，通过这些连廊，然后把它串在一块儿。这个地方叫中心阁，就是一个大阁楼。这边也是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我们先进到室内去参观一下。这边有广州市文化馆中心阁参观总导览图，一共有5层，从1楼的特展厅到2楼的花城百花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到3楼的一阳岭南，还有南泉健身，到4楼的广作华彩羊城国展，到5楼群星璀璨。哇，这个很漂亮啊！应该都是摁了以后可以看到的双层匠心广州景德镇民间工艺交流展示厅。这个很有意思啊，应该是展示景德镇的瓷器的地方吧。好，我们先去看看景德镇的瓷器展。
这里有元青花，青彩艳艳的，这个艳艳紫光，哪个艳艳的2026年仿制的一个元青花。哇，这些仿元青花的瓷器啊，很超然古趣盎然。这是青花瓷的介绍，经过600度到900度的低温疗制烧制而成。这个色彩很丰富了。这些都是一些木雕。刚刚这些景德镇的瓷器真的太美了，所以不用担心中国的这些文化会消亡。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匠人、艺术家们不断的传承着中国古代的这个方面全部都是景德镇的一些工艺美术者，有些是工艺美术家，有男有女，有些很年轻啊，80年代出生的。这里面有很多广州的艺术家，这就是广彩堆金比例，这是广彩的特色。但是这些呢，却是以前清末民国初年出口到西方的这些工艺品。从刚刚看到的青花瓷到广东的广彩，都是瓷器，这些广彩更喜庆，看上去更实用了，就寄托给大家想要采用广定的意境，所以都是金灿灿的一片。这里是木雕，广州木雕。
生殖木雕。这是用名贵的生之木雕出来的家具。这边还有一个瓷的大缸，上面有白纸闹春。这里还有一些卖文创产品的铺头。景德镇的青花瓷虽然是后人的仿造，再加上广州特有的广彩、广绣、木雕等等吧，所以这是一个双层匠心的展示，确实挺美的。这是2楼展厅临时为例，可进展馆乘电梯上楼去参观。搭乘电梯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还是走楼梯上去吧。现在我已经来到了2楼，这里应该是2楼的展厅的正厅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2200多年了，广州建成的历史。这上面就有很多广州的非物质文化的各种名目，从广州的凉茶、沙河粉，到广州的艺术的作品，像牙雕、古琴、蓝雕等等太多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个竖起来的屏幕，就闪烁着广州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现在看到的是赛龙舟，不知道谁应该是猎德聪的。好，我们现在来多茂关怀看看广州的非物质文化。广式莲蓉饼、沙湾水牛奶、南乳花生制作技术，有吃的鸡仔饼、沙河粉，这一面全是介绍广州酒家的这种吃的东西，月印流芳。这就是广州乐唱戏的一些乐器。排在第一位的非物质文化代表就是越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红线。现在我在3楼的展馆，你看这边都是讲的广东那边的医疗养生广东人到现在对于中医还是非常信的所以就说医院里面生意最好的就是中医院，这是以前的中药铺。你看这边还有一些制作和中药的器具，这些都是高粱茶的一些草药，这个是卖凉茶的。这边居然还有专门卖凉茶的自动贩卖机。这里的内容呢，就是医养岭南这是中医岭南城市方法，各种各样中医的治疗的方法。
正骨，广州的正骨医院是非常有名的，各种各样民间的治疗的方法，南拳强身，这个我们在各种的影视作品里面见的太多了，黄拳、永生拳等等。岭南地区的各种拳法，各个派系的武功，贴毽子，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南派花剑。现在我们来到了4楼的平台，这里有很多广州民间的传说。我们进到4楼的展厅再去看一看。同样这边也是介绍的广州非遗物质的展览。这里是珐琅制作技艺，非常漂亮，有打铜技艺、广州牙尖、牙尖的扇子。这个是榄雕，就是橄榄核雕的一个你看看，方寸之间雕出来那么生动的造型，广做华彩啊，这都是一些装饰的家具，大湾区驻村，香云纱兰整艺术，檀香山制作。这个中心隔的每一层的层高还是蛮高的，上一层要有好多个台阶。好了，这就是最高一层了。最高一层望出去的景色又有所不同了。我们去下一层。好，我们进入最高一层5楼的展厅，群星闪耀的艺术家的名牌。最长没有其他东西了，一个表单的展厅，这里有一本结语。跟4楼是形成一个天井贯通的。好，这边我们来看看街上啊，你看啊，现在的方向呢是朝北的，新滘南路呢就是下面这条大道。第一次站在这么一个高度，来看看这个海珠湖这片湿地公园，感觉豁然开朗。
现在呢，再次经过1楼的展厅啊，从5楼一路参观下来，已经结束了在这个中心湖的参观。现在我们走到中心湖外面去，再去领略一下啊，这是中国建筑之美。这里不仅仅是有很多的建筑物，其实更是一个园林。虽然这些建筑呢都是新的啊，但它还是按照以前的这种布局啊，或者说岭南特色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到中心阁到这边的楼呢，跨着一个彩虹桥，有一个桥连到了其他的建筑物。岭南这边天气比较湿热啊，多雨，所以呢，就像这边街道的都会有很多骑楼。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各个展馆、各个建筑物之间呢，全部用这种连廊、布廊连成一片。我觉得最起码大家不用淋雨，还可以遮阳。虽然这建筑物的造型呢，似乎还可以做得更精致一些。比起江浙一带的这种仿古建筑呢，个人觉得还稍稍的粗糙了一点。这边还有一个非遗主题图书馆，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广州市数字文化体验厅。总之，这个里面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就你起码的话1-2天的时间，可以把整个的展馆各种设施转完。今天我们就算是第一次到这边来尝鲜啊，也不要贪多，留待以后还有机会再来。感觉还是挺美的啊。这个建筑物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开建啊？什么时候完成？花了多少预算？这些我们都没搞清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市民在这边随意的走走看看。非常简单啊，就是门口用微信扫个码，填一些个人的信息资料，然后你就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参观了。而且这个里面不仅仅有参观的展示，还有像一个园林一样的绿化，并且它就跟海珠湖连成一片。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天气好，有力气的话，可以好好的走走看看。现在我面对的这个叫青鹰台啊，我觉得应该是在这边唱乐曲啊这样的一个舞台吧。这里有一汪水池，几片睡莲，还有一些水葫芦啊，就水生的一些植物，像一个小小的庭院啊。这是一位设计师在介绍整个广州文化馆设计的一些理念。我已经在这个广州文化馆里面转了差不多1个来小时了，走马观花。但是作为第一次到这边来觉得还是非常有收获。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宽敞的一个文化馆里面，也吸引了很多广州市民、企业家带娃的到这边来参观。
甚至有些人纯粹就是到室内来探探空调。我觉得不管什么目的啊，作为一个老百姓的文化设施，让大家来参与一下，我觉得就非常好了。这边还有曲艺园、广府园都没有逛到，我们留待下次吧。以后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一起来走走。我觉得这边过去呢，就应该可以走到海珠湖景区了，但我们就不过去了。这边有个广州市文化馆水系导览图。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下雨比较多，就气温也比较高，所以外出骑行相对少了一些。但是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步行，就去到一些尤其是文化设施啊、博物馆、艺术馆里面，在室内呢看看这些展览啊，我觉得也非常之好。好了，我们还是随遇而安，有什么样的方式就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去哪就去哪，丰富一下生活，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观赏，拜拜。